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机动音乐，我是 Master 迪亚。那这期节目为您带来呢是七工匠9毫米 f5.6。那这个呢也是我目前使用过镜头里边最广的镜头了，没有之一啊。那么前两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，我入手了这支森雅的10毫米 f3.5 XB 这个镜头，这是10毫米，这是9毫米。那这两支镜头呢，森雅这支镜头呢是非常硕大的。那七工匠这个镜头呢，你可以看到小巧，说我在画面中放一下，你看一下好吗？这么大一个灯泡头和这么小的一个灯泡头，画质呢竟然是这个9毫米。这个 f5.6 更好，那么可以说以如此小体积呢，就是做出了一个9毫米非鱼眼镜头啊，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，是为国产镜头点赞啊。那相比这个森雅的这支10毫米 f3.5 XB 呢，价格呢将便宜了一半，因为这个镜头的售价呢只有2800块，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。这支镜头的光圈呢是 f5.6 到 f22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呢在5.6之后呢，它是有一个点位的，然后从这个点位开始，接下来的所有光圈档位，这个画面中的这个点光源呢，都会成为10帧星芒啊。那它这个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呢是0.2到无限远啊。那这镜头呢是多少呢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近摄能力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支镜头的画质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支镜头在光圈全开的时候呢，就有非常不错的画质了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展示一下这支镜头的眩光情况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眩光情况啊。那来转一下，这是光圈全开5.6的情况。然后我们把光圈收到下一档，出现星芒的那一档。但是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太阳呢，可以看到其实还没有出现星芒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 F8 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多少就有一点点了。光圈来到 F11啊，你看现在星芒呢更加明显一些了。但也就在最中间的时候是最明显的。来到 F16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的，最后呢，我们来到 F22，我们现在是 F22。你看到星芒呢还是有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聊一下七工匠9毫米 f5.6 这个镜头的使用体验啊。好，那在样片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9毫米这支非鱼眼镜头呢，它的一张照片呢，几乎可以囊括90%以上的银河了。在画面中呢，我也同样使用了这个维卓士的13毫米 f1.4 配合这个富士的 XH2 进行了拍摄啊，相同机位。那这支镜头在富士 XH2 上边呢，等效全画幅呢是19毫米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同机位下啊，拍出的这个画面，这个相场有多大一个差距，你可以看到了。所以呢，9毫米呢，拍摄星空呢，其实是很有优势的。拍摄建筑呢，才是这支镜头最强的地方了啊。那在画面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拍摄建筑的一些照片啊。我们也来看一下10毫米、14毫米以及9毫米在画面中呢，拍摄出的视野有怎样的一个差距。所以说呢，这支镜头呢，在建筑拍摄这个领域呢，可以完全胜任，没有任何问题了啊。那这支镜头呢，可以让你对这个透视啊，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这个理解啊，你用一下就知道了，因为它一点点的移动，画面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啊。那如果呢，你特别需要一支超广角镜头用来拍摄建筑题材呢，那这支镜头呢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考虑的。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这里是机动音乐，我是 Master 迪亚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